大家好，我是庞翔。今天想要分享今天想要讲的主题是，我如何从佛教修行转而到奥修的进行。我大概在20岁左右的时候，因为一些原因去了一间佛寺挂单，住了大概4年。那间寺庙教导的是比较偏原始佛教的南传佛教的，他们教导自我觉察、自我观察自己的呼吸、走路。如果更进而观察到自己的思想和情绪，那法业方面呢，就是主要讲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。无常就是这个世界，包括你自己的内在，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化，所以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是永恒不变的。基于这样子的理论，所以也没有一个永恒的自我。那因为我们会想要去执着于这个一直不断在变化的我，所以就会产生苦。所以这是佛教一个很核心的观念。不过即使他们的法义很好，我很认同，那实修又是很有层次、很有方法的。可是我待在那边那几年，我就是感觉心不开解，心里好像总是有个结，在真正实修上面也是好像一直停留在某个阶段，就是没办法，好像有很大的突破。所以后来我还是决定离开了寺庙。离开寺庙以后，在朋友的介绍之下，我接触印度的心灵导师奥修的思想，并学习他教导的静心，慢慢的解开了我内心的疑惑。接下来我将从法义和实修两方面来分析佛教和奥修之间的差异。一、苦似乎是佛教最常听到的字眼。人生是苦海，否定自我，否定欲望，这些说法当然都没有错，但是对一般的凡夫俗子来说，一开始就接受到这样大量负面的暗示，可能使他还没有得到，就先对生命失去了热忱，对欲望产生罪恶感。奥修也否定欲望，也常常讨论到欲望带来的痛苦，但他并不会像佛教那么的强调。事实上，奥修更常提到解脱带来的快乐。他常说，当你能跳脱你的自我的时候，生命是一种祝福，生命是庆祝的，甚至是狂喜的。佛教和奥修想传达的思想是一样的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。2. 成道之后会成为什么？如果身体、感受、思想都不是我，那我是什么？涅槃之后会变成什么？会不会变得一无所有？
这一直是我和我在寺庙时的一些师兄们私下会讨论和担心的话题。在佛寺那几年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。医学博士杨定一曾经说过，我们以自我的主观去界定我和我以外的人事物，但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条界限。这就是受苦的原因。我们将我窄化了，我们每个人广大的意识和能量被定义受困在狭小的7尺之躯之内，没办法与外在有真正的连接。奥修曾经说过，当水滴意识到自己不仅只是水滴本身，于是它成为了海洋。这就是成道，这就是众生一体、天人合一的概念。而这样子的观念也解开了我对佛教无我的恐惧。3. 觉察。佛陀和奥修主要的教导都是自我觉察，观察自己的身心。佛教的静坐方式较为严谨，先从观察呼吸入手，然后随着觉察能力的提升，再观察更为细的感受，然后念头。佛教很重视培养正念的能力，正念不足是无法观察到所有的身心活动过程。奥修的觉察方式较为自由，比较不会限制你要先观察什么。这样的方式较适合我。我在寺庙那几年，因为注意力无法集中，一开始的注意呼吸就让我吃尽苦头。我们现阶段所谓的正念或专注，其实也不过是思想的一种形式。这部分可参考克也希纳穆提的文章。我们何须花那么大的功夫去强化它？正念不足并非专注力不够，而是我们的专注里面充满了太多的欲望和思想的投射，以至于我们看不到实相。让觉察像个充满好奇的小孩，自由地去探索自己的内外在，反而能体验到更有层次的东西。以上就是我后来选择奥修静心的理由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